哟，醒了？哎，宋冉，我的好妹妹，几年不见，哥哥可想死你了！你放开！离我远点！哟，脾气这么暴躁啊！听说你现在是进步女青年了，在城里就是好啊，变白了不少嘛。我是宋家的人。宋家？哼！从当年我娘把我妹妹明珠跟你调了包开始，你就不再是宋家的人了，还想回宋公馆当大小姐？做梦！宋明珠，是宋明珠让你们帮我的，对不对？宋明珠也是你能叫的？别以为这几年你回到宋家了就不一样了，还不是跟狗一样，却伺候人。伺候人。我从小在杨家沟这大山里面，跟你们做牛做马。5年前回到宋家继续做下人，伺候宋明珠。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妹和宋老先生让你回宋家，给你安排了一个保姆的身份，是想让你乖乖闭嘴。可你倒好，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才是宋府的真千金。那没办法，你只能消失。吴大夫，吴大夫，你还跟他废什么话？早点把事办了。怕啥？回头我就用铁链把他锁起来，他指定跑不了。他进城之后变得更白更漂亮了，我还想让他更生几个小崽子呢。可是宋局长就在外头。宋局长，大哥，吴大夫，给我混账东西！吴大夫，你个混账东西！大哥，我就知道不会抛下我的，他没有害我，你快带我走，快带我离开这儿！宋局长，明珠大哥，是这贱人不从，我正要走他的嘴呢。吴大夫，就这点差事都办不好，废物！大哥，是你让他们绑我来这儿。我不是你大哥，可是我们流着一样的血。知道就好，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可以回到我们宋家？5年前，我让你回到我们家中当一个下人，可你还是不知足啊，非要逼得明珠和我兄妹离心，你才满意吗？啊！没有，我没有。5年前，我回到宋家，任劳任怨，吃的苦，受的罪，是别的下人的10倍。我没有任何怨言，我也未曾想过要什么身份。嘴上倒是说的挺好听。你既然不想让我做你妹妹，那你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把我送进学堂，帮我借书，还让我认识那么多先进的人？你听好了，给你读书，让你认识那些人，是为了让你跟他们一起闹事，然后被抓进去的。这样，我才能有理由将你彻底赶出我们家。哼！这么多年来，我把大哥当作唯一的知网，原以为他是碍于宋家上下的颜面，不好跟我相认，没想到连他竟然也分毫容不得我。宋冉，你就认命吧。
苏思明，你不能走！我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北下燕京学堂，入学的名单早已入了册。要是没去报道，学堂里的先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明珠大哥，这事要真查起来，可如何收场？大哥，你就带我走吧。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再出现在宋家。哟，连华夏燕京学堂的先生都让你给搬出来当靠山了，你好大的口气啊！明珠，不是让你在车上等着吗？你怎么跑下来了？这太脏了，这会弄脏你的鞋子的。是啊，好妹妹，这种事情就交给我跟大哥就行了。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去大学报道，学校又不清不楚的话，学校和先生们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我说宋冉，你以后就安心待在这儿。你的先生现在跟我关系好着呢，以后就不劳你费心了。你说什么？你顶替我去了大学？难怪我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原来是被你们给拦住了。你说的是那个和你通信了3年多，还往学堂给你寄推荐信的李恩平先生，人我见到了，挺不错的。不可能，你为什么连这个也知道？你的先生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了，他非常欣赏我的才华，还夸我说是我才貌双全呢。以后啊，我便多了一个学堂名，宋冉。你冒名顶替李恩平先生，欣赏的是我的才学。宋明珠，你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下去？这是我的大事，你抢走的是我的人生，还要抢走我的名字，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求求你们放过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什么大小姐的身份，我可以什么都不要的。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我走吧，我不要大学的名额，放我离开这个魔窟，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我走。你装什么装？5年前你就是老子的人了，要不是宋老先生开恩，看你可怜，把你弄进宋府做家丁，你这辈子都别想走出杨树沟去。宋冉，本来我以为你可以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好好的过日子，可是你根本不满足啊！下个月，明珠就要和顾衍庭结婚了，可是你却还在想方设法勾引明珠的未婚夫，就真的敢说你没有想过要夺取身份吗？我没有，我没有。是顾远庭开车太紧撞了我，他才把我抱上车的，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还狡辩！你就是故意勾引我未婚夫，用了苦肉计。好妹妹，明珠大小姐，你把她交给我，我会用铁链将她一辈子锁在这儿，行不行？不要，不要！不要！老实人！苏明珠，22年前，你娘换走我的人生，是你夺走了我的身份。5年前，你挑唆吴大夫下手要毁我清白，现在我考上大学，你又抢走了我的名额。我现在只想活下去，你们这样对我感情下去，你和吴家都是恶人，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哟，醒了。哟，醒了啊？怎么回事？我刚才不是中枪死了吗？难道自己做噩梦了？宋然，你就从了我吧，我吴大夫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眼前的吴大夫好像变年轻了好多。不对，这房子还比较新，外面现在是白天。这是5年前我第一次被吴大夫下兽药侵犯的时候。难道说我重生了？大夫哥哥，你别着急嘛，我害怕。哦，现在是民国几年啊？现在是民国3年。怎么了？你少给老子装失忆啊！不过你不用怕，大夫哥哥呀是不会弄疼你的，你忍着点，马上就快活了。大夫哥哥，我不怕疼的，但是你真的会娶我吗？是民国3年，我果然重生了。今天本是宋家派人来接我回城里，但宋明珠担心我会影响他的身份地位，特意指使吴大夫回我亲来，想要污蔑我的名誉，从而导致宋家人嫌弃我。娶，我肯定娶你啊！啊，好妹妹，来吧，哥哥快等不及了。那都有人！正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人？我只想嫁给你，不想嫁给其他人。大夫哥哥，你去把门关紧了。好，你等着。宋家的人嫌弃我之后，宋明珠还要抢我的努力成果，顶替我去上大学。他上天有眼，给了我一次重婚5年前的机会，我绝对不可能被他们左右我的人生。这一世，我要逃离魔窟，夺回本该属于我自己的一切。大夫哥哥，靠近一点，不是要抱我？好，看来是那兽药生效了，这浪蹄子。好哥哥，亲一个。这次逃出去，绝对不能被抓回去。抓住那个贱人，别让他跑了！快！那是君阳。什么人？求求我！有人追我，他们要杀人。起来吧。难受，求求我！这是纵莲顾家军，你顾元庭。这红晕像
是被灌了兽药的反应。就在前面，那个贱人进了军营，快！军官大人，快把那个杀人犯交出来！什么人？军事重地，不能擅闯。你们是什么人？胆敢夜闯军营？她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伤了我，逃跑了。不是，他们胡说，分明是他们想要害我。臭婊子，还是抵赖！我跟你好好吃着饭，你就用剑刀突然刺我一刀，我现在裤子还流着血呢。你胡说，我那是自卫，不得已才刺伤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军官大人，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几个把这个小贱人给我拖出来！上！别动！我不要跟他们走，郭先生，求求你相信我，不要让我走。你放心，我会把事情查清楚。我看你们谁敢动他！哎，闪开！啊！我是杨树沟村的村长。你身后那个女子叫宋冉，她刚刚行凶杀人呢，用剪刀重伤了吴家大儿子吴大富，险些闹出人命。这便是凶器。还请军爷明察，就让凶犯交给我们处置。他说的可是实情。不是这样的，是他们想要玷污我，求求我！好你个杀千刀的赔钱货！你伤了我儿子，转眼就钻进陌生男人的怀里，真是不要脸！军爷，你可不要被这个贱蹄子给骗了，他可是我们老吴家买来的童养媳，不守妇道，伤夫行凶，我们是他爹娘。今天呢，必须跟我们回去。陈子航，进出笼。爹娘，管教童养媳，林军医。到，给他检查一下身体情况。是。报告少帅，检查完毕。说，这位姑娘颈下有明显抓痕，皮肤潮红蔓延，并非自然肤色，瞳孔扩大，呼吸急促，体温明显偏高，体表无明显外伤。综合判断，应是服用了大量的催情类的兽药所致，且药性猛烈，意识并不清楚。下去吧。好一个爹娘，好一个管教童养媳。竟用此等下作手段，对一个姑娘下兽药，逼她持剪刀自爆，还要进猪笼，这就是你们杨树沟村的村规，要草菅人命吗？放娘的狗屁！什么兽药？她就是我婆娘，老子动自己的婆娘，天经地义。承认你碰她了，一开始还说是好好的吃个饭，现在又变成碰她了。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待会儿问一下这姑娘便知。她都那样了，能问出个什么来？林军医，少帅，这姑娘多久清醒？我已经给她喂了镇静剂，这会儿应该快醒了。好，她剪刀再往上偏1寸，老子的命根子就彻底没了。她这不是杀人，那是什么？乡亲们，这事情必须给他们算清楚！算清楚！我的儿啊，奸杀的赔钱货，还我儿子根儿来！住手！把我们吴家的人抢回来，千万不能让他们欺负了呀！哎呦，有人！
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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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后退！给我退回去！都后退！后退！放我们的人！报事，这里是顾家军的驻地，站在你们前面的是顾远亭顾少帅，谁再敢往前一步，统统给你们抓起来！远亭兄，且慢。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他，他是我们宋家的一个下人，不懂事跑了出来，家里正找着，没想到跑回来惊扰了你，这就是一场误会。大家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把他交给我，我带回去让父亲处置。远亭，这么做是何必呢？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家事。他的名字叫宋冉，是小时候和明珠被护士抱错了，这最近才认得亲。这父亲也是派我特意来接他回去的，这没想到啊，他自甘下贱，上赶着要和男人睡觉啊。这吴大富只是说了一句不想娶她，他就把人家吴大富的命根子给剪了。远亭，你说他这个人恶毒不恶毒啊？你说什么？报错？说真的是报错，那么当年跟我指腹为婚的，应该是他。她是宋家的亲生女儿，可就算是报错，她为什么出现在这山沟里？宋明珠呢？还没来。这明珠啊，她怎么会来到这种地方？报错了那是护士的责任，明珠她也挺无辜的。无辜？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分明就是宋明珠的妈妈陈桂花故意报错的。你少在这胡说！我来就是接你回宋家。明珠她心善，也说她要好好弥补你的，那父亲也都答应了。可是你看你，小小年纪长了一副狐妹子的样子，就知道勾引男人，真是不知廉耻。现在呢，还跟一个陌生男人靠得这么近。就是啊，天生一副狐妹子模样，还动不动就要杀人。远亭，你赶紧把他放开吧，他太脏了。你和明珠有婚约在身，这3个月后我们就大婚了。到时候明珠知道了这件事情，她会不高兴的。我脏？宋思明，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家事，可是你却用这般污言秽语来侮辱我。我是宋家的亲女儿，也是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妹妹，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的心情，配做我的兄长吗？你，远亭，这咱们呢就不要为了这个不清白的女人伤了和气。这个明珠她常跟我念叨你，咱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叙叙旧啊。不清。林俊一，刚刚检查的结果你再说一遍。是，这位姑娘颈下有抓痕，面部潮红，瞳孔散大，呼吸急促，体温过高，明显是服用了大量的催情兽药所致。而且当时她也神志不清，绝非自愿。听见了吧？强行灌兽药，她是捡到自保，你们还要污蔑她行凶，水性杨花。顾远亭，到底什么意思？下药强迫她的，应该付出代价。下药强迫她的人，应该付出代价。带她下去。跟我走。军官大人，你别被这狐妹子给骗了，她的话信不得，你别相信她呀。然后你就打我吧，我知道错了，我会乖乖听话的。你掐我吧，我回去给你当牛做马，你掐我吧。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哼，远婷啊，你看到了吧？他就是这等货色，不知廉耻，对着男人就脱衣服。这陈婶啊，管教他也是为了他好啊。哎，对，军官大人，我这是为他好啊，他就是欠管教。如果不管教他，他会把我们全村的人风气都给带坏了。就是，对，为他好，在他肩膀上烫这么大一个伤口，也是为他好。宋明珠在宋家锦衣玉食，受尽宠爱20年，而这本该属于宋冉的一切却被剥夺，换来的竟是如此非人的折磨。这能说明什么呀？这万一是他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呢？退一万步说呀，就算受了点委屈，那也不是他伤人行凶的理由啊！我们宋家绝对不认这样歹毒的恶人。求求你，帮我检查一下，我没有被他们玷污，证明我是清白的，我不是那样的人。姑娘，放心，我们都会帮你的。说他是清白的，你们都是恶魔。带他下去。哎，少帅，什么情况？报告少帅，已经给宋冉小姐注射过解毒镇定药剂，她暂时昏睡了过去。经初步检查，她体内具有大量烈性催性药物残留，而且她身上新旧伤痕遍布。最重要的是，宋冉小姐仍然是完璧之身，你们却说她跟人乱搞，水性杨花，这简直就是污蔑，是陷害。这没有，怎么会呢？事情的真相你们都听到了，是你们这些人草菅人命，强灌兽药，意图不轨逼他自刎，事后还要编造谎言，甚至还要囚禁他后半生。宋冉，你这个贱人，我今天要你死！不要！不要啊！大夫竟然被吓死了！哎呦，我的儿啊，就这么没了！哎呦，命根子没了，连命也没了！大夫，你死得好惨呐！是娘没用，护不住你呀！你放心，娘一定要明珠给你报仇。雪婷，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吴大富，他是明珠有血缘关系的亲哥哥。我就说怎么吴家这么猖狂，原来是有这层意仗。你可是明珠的未婚夫啊！你这么冲动行事，你到时候怎么跟明珠交代？我倒要向你们宋家讨一个解释。当年指腹为婚定的是宋家的亲生女儿，我究竟是要娶养尊处优的宋明珠，还是要娶这个被你们弃之敝履、受尽折磨的宋冉啊？别忘了，你才是宋冉血脉相连的亲哥哥。顾元廷，为了这个贱人杀我儿，好得很，一定会让明珠给你退婚，你等着后悔吧。对，悔婚，我们要去宋公馆找明珠小姐做主。你包庇杀人犯，还枪杀良民，宋冉，我一定要让你这个扫把星为我儿偿命，让他抵命。够了，还是不够乱吗？啊，村长，还愣着干什么？你赶紧带人把吴大夫先抬回去，把人都带走，还不赶紧给我带走？哎，好，哎。慢点，你们一个都不能走。今日之事，
证据已经确凿，必须要把你们扭送到警察局查案。少帅，此事的确是吴家过分啊，但宋冉毕竟没出人命，不如我们赔些银钱，私下和解。和解？灌药、囚禁、污蔑清满，若不是我今日阻拦，宋冉不知道被你们折磨成什么样。若非我及时阻拦，宋冉早已惨遭毒手。现在讲的是民主和法治，真以为天下是你们杨树高村土皇帝说了算吗？来人！顾远清，你敢动我们，民主一定会悔婚的！你等着，宋家与你反目！哎呀，天杀，儿子没了，你们还要把我们送官啊！宋冉，你个扫把星，摇下去！你快点，老实点。宋局长，别着急走啊！宋家派你来接宋冉，不能让你无法交差，你可要把宋冉安全带回城。人我可以带走，不过今日之事，我会如实禀报父亲和母主。请便。感谢少帅的救命之恩。宋冉铭记在心。林军医，药准备好了。少帅放心，药已备好，明天会送到宋府。好好保养身体，进入宋家以后，一定要保重。我记住了。顾少帅，这个使不得。记住，世道险恶，弱者纵有冤屈，也需要自保。藏好了，切莫让宋家人发现。顾少帅，今日恩情，我将来必报。不必言谢，只是看不惯无辜之人，任人宰割。这一世，我绝不能再任人宰割。宋明珠、吴家，甚至宋思明，你们欠我的，我要一笔一笔讨回来。发什么呆？待会儿到了宋家，收起你那副乡下人的畏缩样。父亲最重体面，你若是丢了宋家的脸，休怪我们不讲情面。今日是民国3年10月6日。如果我没记错，下午3点将有一起大案发生，北下车站的枪杀案，尹家夫人霍秋霞之死，将震动全城。尹杰峰在北下政界只手遮天，连宋家都要仰其鼻息。若我能救下霍秋霞，在北下也能站得更稳一些。我肚子疼。宋局长，小姐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别着，还有10分钟就到家了，家里有杨医生候着，别在这儿磨叽。不行，我真的忍不住了，还是要弄脏你的车。这，让他给我下去解决。杰峰说好派人来接，怎么还没到啊？哎呦，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别动，别动！你们要干什么？拿过来！别出事儿，快点交出来！请你们拿走，这块表是我王子的遗物，求你们能不能不要？少废话！我们哥俩刚从局子里出来，现在正缺盘缠，这东西够我换几个月酒钱。拿过来！你作死是不是？不许动！前世我参与过进步学生组织的培训，学过用枪。姑娘小心，他们手里有刀。哪儿来的野丫头？找死是吧？哎，开枪！匕首扔掉，跪下。上一世，你们害死霍秋霞母子，导致尹杰峰舍弃北夏而南下，让北夏成为弃城。不管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北夏，这一枪我要改写所有人的命运。陛下饶命！饶命啊！我们只是混口饭吃的。幸好有你啊，没事吧？没事。把他们拿下！是。杰峰，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要抢灵儿的怀表，要不是有姑娘及时出手相救，尹某感激不尽，不知姑娘如何称呼？这枪我叫宋然，这枪是顾远亭少帅所赠，防身之用，方才情急之下动用，还望尹先生代我保密。顾少帅的人谢宋小姐，来日必当重谢。重谢就不用了，我赶时间，告辞。姑娘，姑娘这就走了。杰峰，这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一起去一趟宋家，好好当面感谢一下才行。你还知道回来啊？上个厕所要上半个多小时，乡下出来的就是粗鄙不堪，毫无时间观念。你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对不起，大哥，我肚子真的不舒服，耽误你了。晦气，耽误了多少时间？赶紧开车，先去分局处理公务。宋思明，你永远是这样不问缘由，把罪名扣在我头上。不过没关系，这一次我不会再祈求你们的理解和怜悯了。反了天了！这都什么时辰了？宋思明这个人到现在还没回来。乡下丫头，这不是存心给我下马威吗？这乡下丫头一点规矩都没有，指定是个狐妹子。要是被顾家知道他们的婚约是和这个丫头定下的，怕是要惹下许多是非。妈，您别生气，然儿妹妹刚从乡下来，不懂城里的规矩，路上贪玩也是有的。就是为了等一个乡巴佬，快饿死我了。妈，我们要不先吃饭吧？我看啊，他压根就没把您放在眼里。他要是再不回来，这个家门就永远别想踏进来。我们宋家不要这种天生下贱、不知礼数的女儿。秦妈，把她所有东西全部扔到杂物房，我要罚她睡3个月的柴房。夫人，可是老爷吩咐过，要好生照顾回来的宋冉小姐，还说不能失了礼数。
自然是好生照顾。不过，现在失了礼数的是宋然。还好父亲今日不回来吃饭，否则因为等着宋然，怕是又要惹父亲生气呢。妈，您别生气啊，等冉儿妹妹来了，我定好好的教她规矩，保证啊，让她听您的话。可得好好教她。她要不听，就使劲罚她，不能让她丢了我们宋家的脸面。一个乡下陪子，这烂泥扶不上墙。早知道就该听我的，这随便拿这钱打发了就行了。现在可好，这接回来简直就是丢尽我们宋家的脸面呀！我不管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要吃饭。明天还要上课。哎呀，吃吧吃吧。夫人，门外来了贵客，是尹杰峰先生府上的大管家何乡里，带了好多厚礼来了。什么？宋夫人，晚上好啊！打扰了，鄙人姓何，是尹府的管家，今日前来就是为了感谢宋家千金的救命之恩。你，何乡里，您太客气了，快请坐。只是这救命之恩，从何谈起啊？是这样，今日下午我家夫人在火车站附近的胡同遭遇了歹徒抢劫，差点性命不保。后来怎么样了？你家夫人没事吧？无碍，幸亏是一位姓宋的女士仗义出手相救，这才保住我家夫人及其腹中胎儿的平安呢。竟然还有这种事，北下也是不太平了。何乡里，你们怎么确定是我家女儿？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尹先生只记得那位小姐姓宋，容貌极佳且身手不凡。何乡里，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个是我的女儿明珠，她从小心地纯善，最是见不得旁人受欺负了。明珠，你这孩子在外面做了这么大的好事，这回到家里怎么也不跟爹娘说一声啊？妈，我当时光顾着救人了，没想那么多，而且又不是什么大事，怎么好回家炫耀啊？原来是明珠小姐呀，果然是人美心善。当时尹先生还特意提到，那位救人的小姐手持一把非常精美的手枪，用于震慑歹徒，说是顾少帅送来的。对，这就更对得上了。顾远亭，顾少帅嘛，跟我们家明珠有婚约在身，定是远亭担心明珠安危，给他防身用的。你看看这缘分，真是天注定的。明珠小姐巾帼不让须眉，我再次代表尹家向明珠小姐的仗义出手相救表示万分的感谢。明珠小姐，这些薄礼略表谢意，还请明珠小姐务必收下。以后明珠小姐在京师若有用得着我尹家的地方，我尹家定当义不容辞。我姐啊，她最厉害了。何乡里严重了，尹夫人安然无恙便是最好的结果。至于这些礼物，太贵重了，明珠受之有愧。这些都是尹先生跟尹夫人的心意，明珠你就收下吧，不然反倒显得生分了。你还知道回来啊？进城第一天就让我们等你这么久，一点规矩都没有。
何乡里，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啊，何乡里是替尹先生来感谢明珠的，还送了厚礼。这人和人啊，真是没法比啊！同是宋家的女儿，一个让宋家光耀，另一个却惹尽麻烦，让所有人伤透脑筋。这到底怎么回事？明珠姐近日救了尹家少夫人，还拿枪杀了歹徒呢，厉害极了！何乡李先生特意来感谢明珠姐的。救了尹家夫人的是我。小小年纪就学会抢功劳了，心眼真多呀！一边待着去。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污蔑我、轻视我。属于我的东西，谁也别想夺走。谁夺了谁的功劳，一问便知。宋明珠，你说是你救的人，那么我便问问你，你是在什么地方、哪条胡同救的？我当时太害怕了，记不清是哪条。何乡里，尹夫人遇险是在今日下午3点，在正北车站西侧第3条胡同口。当时有2名歹徒，一人用匕首抵住了夫人的后腰，另一人抢夺了她怀里的金怀表。那怀表是尹家王子的遗物。我家明珠心地善良，这救人时哪记得这些细枝末节呀？这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真君子。是啊，情况危急，我当时光顾着救人了，哪想着记什么门牌号啊？既然你记不清是在哪条胡同，那你总该记得用的是什么枪吧？你救人的那把枪现在在何处？什么枪？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连枪都没摸过吧？你怎么可能有枪？这便是救人用的那把枪，是顾少帅亲手赠予我的，博朗宁 M1900。若不信，何乡里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尹先生。没错，尹先生特别提到恩人用的正是博朗宁，且枪柄之上有鹰头之刻。孙夫人，您作何解释啊？何乡里，您别生气，您千万别和尹先生讲，这都是小女明珠，她年纪小不懂事，才闹了笑话。哼，年纪小，我看是心思不小吧？冒领他人救命之功，享受不属于自己的待遇厚礼，难道你们宋家就是这样的家教吗？啊？明珠小姐，尹家送的礼物是很贵重，不过你拿得起吗？明珠，走。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真当自己是正经小姐了。今天你敢让明珠在宾客面前难堪，明天是不是就该骑到我脖子上撒野？母亲，别气坏了身子。姐姐在乡下睡惯了草垛，说不定这被褥还觉得硌得慌。要着干什么？把不属于她的东西给我拿回来！是。你们不能讲，这是尹先生欠我救命之恩的，你们不能讲。救命之恩，你的就是我们宋家的。那沉甸甸的金条，一个乡下土包子3辈子也花不完，都给明珠收着，省得某些人眼皮子浅，拿出去丢人现眼。哟，可惜了这好水头。手滑了，反正姐姐带也是糟蹋。你们这样作恶多端，我一定会告诉尹先生他们的。真想给我记住，宋家给你一口饭是施舍，再敢痴心妄想，这就是下场。明珠，我们走了。
金条可夺，尊严难夺，柴房可困，志向难捆。宋明珠，你夺不走我的所有，你们欠我的，来日我一定加倍夺回。哎呦，姐姐这房子又脏又乱，估计这柴房连耗子都嫌弃吧。我来给你好好洗洗。宋明珠，你欺人太甚！哎呀，姐姐，我这是心疼你啊！你看这草堆里全是虱子，万一咬了你这金贵的身子，爹爹又该怪我了。不要，不要！你分明是故意的，还敢躲？我就是故意的。爹爹特意吩咐我，好好的招待你。你这一身没土气，不洗干净，怎么能和我一起进学堂？什么？学堂？忘了告诉你，爹爹特意吩咐，让你明日跟我一起去圣玛丽学堂，可别多想，只不过是为了让你学规矩，长教养，省得在外面丢了我们宋家的脸。姐姐，还是长点精神吧，学堂里多的是名门千金，若是你当众出丑，爹爹怕是会把你赶回杨树沟吧。今日我们讲《诗经·卫风》，哪位同学先示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教授，新来的旁听生说是在乡下长大的，我想他肯定懂民间事。宋冉同学，不如你来解答一下吧。宋冉，昨天你让我在家中丢进里面，父亲安排你到我的学堂来旁听，在我的地盘上，定让你加倍奉还。这句话描写庄姜夫人的美貌，倩指酒窝，盼指眼波流转，出自《硕人篇》。全文连用6个如字比喻美人，需要我全文背诵一遍吗？想让我在课堂上出糗，你们还不够格。上一世我可是最高分考入了燕京学堂的。看什么看啊？没错，就是这样。不错，你来说说朱熹注本和汉代郑玄注本的区别。教授，姐姐她没上过学，你问的太深了，待会儿她若是答不上来，怕是又要哭鼻子吧。孙姑能认字就不错了，说不定呀，连主席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呢。这乡下回来的宋家小姐倒是有几分学识，谈吐举止都比宋明珠要好许多。若这宋冉来配我的远庭哥哥，倒是般配许多。陈教授，郑玄注重训诂，认为盼是黑白分明之意；朱熹则侧重义理，处为触盼生姿。
不过清代戴震早已提出，二者都是错误的。判应该写眼睛清明之意。陈教授，您教材第30页也用的孔书正义，把戴震的生卒写错了30年。真是康熙年间，这错误竟藏了10年。你怎么知道戴震啊？乡下祠堂有本《东元集》，我放牛时常看。哦，好，漂亮，厉害呀，真厉害呀，是不是？哎，今日放学后，我们要不要一起去逛逛呀？好呀。爹爹，今日怎么有空来接我们呀？哎，听你们老师说，冉儿在学堂表现出色，是不是啊？宋伯伯，父亲，您这位千金啊，可了不得，连陈教授的错误，他可都指出来了呢。哦，不过是会死记硬背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我说呀，可比那些死记硬背都不会的人，可强太多了。宋伯伯，你说是不是？好，我们宋家的女儿啊，自然不差，都不差。哎，然而你刚回到城里，表现又这么好，我想3日后在家中为你办一个隆重的欢迎会。爹爹，我上个月生日你都没回来，不是说好给我办派对吗？啊，什么派对啊？就是开心的聚会，洋人口中的 party， 很多人来的。好，那就办一个派对，让你的2个好友一起来热闹热闹。太好了，你也一起来热闹热闹。啊，爹爹，那可得让远庭哥哥也一块来。行，让他开车带着云儿一起来。好的，宋伯伯。姐姐，听说你在乡下没见过礼服，我为你准备了，亲妈，给他换上。是。走吧，大小姐。来了。看来呀，这丑小鸭注定成不了白天鹅。这分明是10年前淘汰的款式，这乡下妹果然啥都不懂。宋明珠，你就这点手段吗？你可得看好了。妹妹有心了，不过这裙摆太累赘了。你个乡下野丫头，简直是糟蹋了这么好的礼服！我祖母说了，说宋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我顾家不介意为真千金撑腰。来，顾少帅的车怎么还没到啊？我就问他。等一下，你爹正和银行董事说话呢。宋兄啊，您这真千金啊，倒是比穿高定的更显气质啊！哎，我听说他学业方面也不曾落下。这宋大小姐将来肯定是贵族子弟追求的对象啊！来，又有军务，我看他是故意躲着我。哎呀，明珠姐姐，我哥要去执行的军务啊，是去缉拿劫军火的亡命徒哦。明珠姐姐，你是身上有刺啊，还是昨天晚上没洗澡，身上带味儿啊？
我哥为什么要躲着你？来，请啊，走。他什么时候懂弹琴了？他真的是从乡下来的吗？怎么什么都会？是谁在乱打灯光？赶紧恢复全场状态！这改编曲，我哥在军队长哼呢。哼。别弹了，这种乡下曲子根本不配出现在我们家。乡下曲子，宋小姐可知，胡家沟的夜莺若是叫起来，可比这钢琴声动听得多。好啊，好，明珠啊，这可不是什么乡下曲子，这是胜利的军中之歌。哎呀，爹爹，你们为什么都向着他？曲子一点都不浪漫。哎，浪漫，我认为这首曲子非常的浪漫。浪漫，我认为这首曲子非常的浪漫。眼天哥哥，你终于来了！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少帅，您何时来的？我刚忙完军务。你的曲子比军营号角更加撼人心魄。明珠啊，注意仪态。妈，是他让我难堪。林军医给你准备的药你吃了吗？肩上的旧伤还疼不疼？都没事了，肩上的旧伤应该已经结痂了。倒是少帅，您和匪徒交火时可曾受伤？小贼而已，无碍。远庭，难得你也来凑这种热闹，怎么，你跟冉儿之前认识？宋师伯，说来也巧，在乡下执行军务的时候，正好碰上宋小姐逃出魔窟。是顾少帅出手救了我。宋冉这些年遭了不少罪，被灌兽药，铁铐加身，烫伤鞭痕遍体，竟有这种事！宋思明，父亲，你身为宋家长兄，我让你把冉儿接回来，为何冉儿所遭受之事，只字未听你提及？我并不知晓这些事啊。只有隐情不查，还是知情不报？我看这个北下分局的副局长也别干了。老爷，你拿宋思明撒什么气呀？他公务繁忙，这点琐事不知情也情有可原。哼，有隐情而不查是过失，知情而不报那就是包庇。冉儿的事情，你是不是也清楚？这事我真的不知道。老爷，冉儿刚到咱们家里，别把他吓着了。然而，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
这是我宋家欠你的，看看想要什么，爹补偿你。看看，哎呀，真是大人大，就是这么着啊，对他真好。我要宋明珠把和顾家的婚约还给我。不行，爹爹，婚约早就定好了的，是我和顾远婷的，他凭什么抢啊？狼子野心，顾宋两家的婚约岂是你能惦记的？婚约之事，定当由当事人决定。你的要求合情合理。多谢少帅。谢我什么？谢你当日救命之恩，也谢今日与我公堂。不行，绝对不行！想要婚约，我绝不答应。老爷，这婚约关乎两家颜面，早就定下来了，是明珠和顾家的婚约，绝不能改。程夫人，当年指腹为婚，本来就应该是我和宋人，您怕是自己也糊涂了吧？远婷，好多事情你还不懂，这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够了，也不嫌丢人。秦妈，看把你给急的。刚刚你炖的冰糖水，你先喝点啊！大家继续玩起来，喝起来啊！好好好，来，咱们喝2杯。宋冉小姐，没想到你还能歌善舞，我正好缺一个舞伴，能否邀你共舞一曲？抱歉，我并不会跳舞。乡下人就是乡下人，登不了大雅之堂。远婷哥哥，我来陪你跳舞好不好？宋冉小姐不会，我教她便是。远婷哥哥，他到底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他一回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他一回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不过是知道一些事情罢了。你在这儿对乡下来的宋冉冷嘲热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母也是乡下人？我和那家早就断了关系，我现在是宋家千金，早和那些泥腿子毫无瓜葛。今天难得是个开心的日子，我不想让你难堪，你最好体面一点。第一支舞，该由真正的主角领衔。少帅，我会努力跳好的。哇！别紧张，跟着我的节奏，会跳好的。跳得真不错，好。冉姐姐，我母亲说了，这传世的翡翠玉镯就该戴在我们顾家认定的儿媳妇手上。我们认定的人是你，你才是我们选定的人。凭什么给他？明珠，明珠，妈，思明哥，你们就这么看着他欺负我？明珠，你要冷静，我忍不了。宋冉这个贱人抢了我的一切，我立刻让他死！别说这种话。宋明珠，宋冉从杨树沟逃跑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这祸害留不得。思明哥，你会帮我的，对吗？说起来，你亲哥哥吴大富的死，也是宋冉一手造成的。
放心吧，我会让他血债血偿。我要他立刻就死。放心吧，明珠妹妹，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今天，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斩草除根，一定会万无一失的。哥，这是老妈特意交代的，顾家传习的玉镯，今日当着宾客的面，该定下啦。来，诸位，今天难得欢聚在这里，我顾远亭代表顾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与宋家的婚约对象，从今日起，正式改为宋家的千金宋冉。这太突然了，不知道啊。少帅，这太贵重了。这镯子本就属于你。慢着！我不同意这桩婚事！我不同意这桩婚事！与你何干？各位，顾宋两家联姻呢，本来是喜事，可是我作为宋家大哥，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顾家被蒙蔽啊！这宋冉啊，他本身就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若顾家娶了她，只怕是会名声不保，也会连累我们宋家的名誉啊！这么说的也是啊，宋家娶女儿竟是这样的人，我看不是啊，难怪思明要拦着，这可是大事儿啊！思明，你无凭无据，不要污蔑他人。邹思明，这到底怎么回事？宋楚萧，把人带上来。这位是杨树沟村的杨大伟，他能证明宋冉的污点。各位老爷夫人，没说谎，宋冉在乡下就跟俺好过，这肚兜是他贴身物啊！你看，竟然干这种事情，有人啊！你看他，我不认识你，你胡说！俺还知道你大腿根有颗红痣。我竟不知他是这样不堪的人。天哪，连这种私事都知道啊！恐怕是真的。顾家要是娶了这种女人，岂不是会沦为笑柄？哎呀，谁说不是啊？别慌，一切我在。杨大伟，你收了吴家的多少钱，让你这么泼脏水？没给钱，俺说的都是实话。宋思明，你雇人构陷的手段可真是恶劣。这是我顾家军林军一的验身证明，证明宋冉同志清白无瑕，他从未与任何人有过苟且。吴大伟，既然你说与宋冉有私，那我问你，他用左手还是用右手拿筷子？左手吧。顾少帅不过炸一炸你就不打自招了。我是用右手使的筷子，你既然说与我相好，那么我就问一问，我今年是几岁？生日是什么时候？平时最爱看哪本书？宋冉的冉到底是哪个字？你也没告诉俺要回答这么多问题啊！伪造证据，污蔑他人，可够你判10年的大牢。你再不说实话，法律可饶不了你。我错了，我错了，少饶命！是宋局长让我来的，他说给我2块大洋，都是他给的，这也是他告诉我的。诸位所知，这真正欲亲宋冉的是宋明珠亲生兄长吴大富，也正是这吴家这家人强灌兽药，逼得他持剪刀自保。这竟然是吴家在作恶！这宋明珠岂会不知情？诬陷，全是诬陷！呀，顾远亭被宋冉这个贱人迷了心窍，他编谎话来害我。来人，带走。
少帅，我错了，我错了。警司局立案在此，吴老汉、陈桂花虐打宋人、强灌兽药、铁链加身等罪行，白纸黑字的都在这。检案尾部有当地县长的签印。如今真相大白，宋冉蒙受冤屈，这一切都是宋明珠暗中指使。宋荣，他就是恶魔。不是这样的，姐姐，明珠，姐姐，明珠，你别笑嘛！医生，快叫医生！宋国康，这下你满意了吗？你非要逼死他才甘心吗？明珠是我一手养大的，他就算是有错，也是被你们逼的。陈婉，你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啊？你看清楚，他才是你的亲骨肉。明珠顶替了他的身份，享受荣华，还一直诬陷于他。养育之恩大过天。明珠教了我20年的娘，她生病时是我彻夜不眠的守候，她走路时是我一次一次的弯腰搀扶。这婚约绝对不能改。说是明珠有个3长2短，我程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你竟然用程家来压我！先是说是你们执意要改婚约，那我不得不那样做。我们整个程家都会站到我们这一边。到那时候，你们宋家所有的生意都会受到影响。给我闭嘴！程家可是掌握了整个王城的货运线，这下宋家可得掂量掂量。程婉，交出宋明珠这样的女儿来，你竟还不觉得丢脸？我宋国康行事只问公道。然而，从今日起，你与顾家的婚约便正式定下，择日要为你们举行婚礼。师伯，你保重身体。婚约之事，本就不该是冒名顶替之。顾家要娶的，从来都是宋家的真千金。父亲，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要归属于我的一切。好，你们父女俩联手欺负我们母女，今日之事，各位都看到了。若是我女儿明珠救不回来，我程婉定要讨个说法。母亲，先救明珠要紧，医生马上就到。各位，今天的宴会到此为止。3日后，我宋家便正式宣布与顾家的婚约，对象就是我宋家的真千金宋冉。哎，好啊，这不错呀，好，太好了，最后有个好结果。冉姐姐，你值得这一切。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欺辱宋冉，那就是与我纵连顾家均为敌。今日舞会已毕，欢迎大家的光临，我就回去休息了。大家请回吧。啊，走走走，请。哎，你房间住哪儿？为何朝偏院走去？柴房，我住的是柴房。回到宋家之后，我便一直住在柴房。程夫人，宋家的千金为何会住在柴房？你是不是要解释解释？渊婷，你别误会，我们是怕冉儿她住不惯华屋，或许还会觉得我们吵闹。陈夫人，你还要撒谎到几时？分明就是宋明珠和你把我赶进了柴房，说我是从乡下回来的，只配与枯草为伴，还夺我衣服，泼我冷水。程夫人，你欺人太甚！不是的，你怎能颠倒黑白？我们可是一家人啊！够了！我竟被你们蒙蔽至今，
还有你，骄纵恶毒，欺辱亲姐。父亲，您先别生气，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会将这些事情一一查明白的。你住口！身为宋家长兄啊，罪加一等。从今日起，你们两个立刻搬到柴房去住。父亲，柴房又脏又臭，我会死的。那也给我忍着。然而，从今往后，明珠的房间归你所有。你是我宋家堂堂正正的千金，就不该受此等屈辱。多谢父亲，也多谢少帅。少帅，请喝茶。谢谢。你的伤可好些了？这位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少帅，没想到单独相处的时候，像情窦初开的少年，已经好多了。多谢少帅关心。啊。其实我们也没必要这么拘谨，你我之间还有婚约在身，之前的照面又太仓促了一些。我们重新认识吧。少帅说笑了，我出身卑微，攀不得少帅这样的高枝，婚约之事不能当真。我可是当真。莫非是你觉得我不合适？啊！别说话，让我好好的看看你。原来，令人闻风丧胆的顾少帅也会紧张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铁？少帅身份尊贵，加上日常行军作战，需要及时补充糖分，吃点糖是应该的。连取糖的次序都分毫不差。这本书随意摆放呢。他仿佛早已与我朝夕相处过。时辰不早，该回了。锁死了。哥，既然你跟冉姐姐已经定下了婚约，那你就趁这个机会多接触认识一下。嫂子，别怕，我哥要是敢欺负你呀，你就用这个狠狠的抽他。顾云小姐，你别乱说话。你这丫头，别胡闹了，把门打开。我才没有胡闹呢，祖母特地交代过了，你好不容易回北下几天，就在这宋公馆多住几天吧。哎，对了哥，这几天你可哪都不许去，别想拿军务当借口。我走啦。我妹她就这样，比较活泼。你是床。
我当兵10年，战壕雪地都睡过，这已经很好了。少帅，我总感觉跟你似乎已经认识很久，很久很久。这也是比敌军突袭更让人心慌。上一世我们就见过了。珊姐姐，你快看，前面那家就是新开的西洋点心铺，点心可好吃了。我们一块儿去买几包，踏青的时候吃。好啊，都听你的。放下！快上，许顾远庭性命！快下车，找掩体！这子弹似乎全是冲着我来的。顾远庭，拿命来！珊姐姐，宋然这次定要你尸骨无存。他们是冲你来的，宋然。袁婷，你留下了。终于护着你了。袁婷，袁婷，你们到底是谁？竟敢对纵烈顾家军少帅动手！你们不要命了吗？哥，冉姐姐，你们坚持住！疯了吗？那顾云可是整个顾家军的大小姐，谁敢动她一根手指，整个顾家军都会追杀凶手全家的。快，趁现在，你们上去将那小贱人弄死！这次换我守护你。躲在我身后。你休着，别动。没事，他
他们不敢动我，不用怕。不要走！那日在军营初见时，你也是这样红着眼睛。到底是谁要杀我？你为什么都知道？袁婷，区区鼠辈，敢动我顾远婷，有胆子就出来！你不要这样，万一他们杀红了眼呢？敢伤害宋然，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来呀！明珠小姐，这可咋办？先不要轻举妄动。小心，快进去，有狙击手，不要再出来了。宋思明，我知道是你，既然下这么狠的手，她可是你亲妹妹，出来！怎么会？他怎么可能看见我的？顾家军在此，顾家军质量全部拿下！别逞强，顾远和你的士兵们来了。你没事就好。走。少帅，是卑职失职，我们来迟了。来人，快送医院！别走，别走！我在。可能会疼。无妨。那日玉姐，你说上一世是什么意思？你听错了，我说的是这一次。可恶！明珠，哥，大哥，哎，我是不是该晚些再来呀？我们回去一起跟祖母说，婚礼要提前了。好啊。少帅，昨日伏击的杀手手法专业，行动失败后全部服毒自尽，没有留下活口。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幕后主使。不需要证据。少帅的意思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最不希望婚礼顺利进行，谁就是主谋。您是怀疑宋家那边？宋思明，还有他的妹妹。看来给他们的警告，他们压根就没有放在心里。婚礼在即，安保是否再派遣人手？属下怕他们贼心不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若是敢在婚礼上动手，哼，正好一并清算。你去安排人，让我们的人混进服务生和宾客里，紧盯宋思明和他带来的人，还有陈婉接触过的任何人。婚礼当日一旦有任何异常，立即控制，不必经事。是，保证少帅和宋小姐的安全。保护好他，
我不想看他受到任何惊吓。是。不能再等了，大婚就在眼前，必须在他和顾衍婷心里之前动手。母亲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就混在婚礼当日的宾客里。婚礼现场人多眼杂，正是下手的好机会。让他死！宋冉这个祸害，从他回来那天起，这宋家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他抢走了明珠的婚姻，抢走了你父亲的关注，现在整个宋家都被他搅得天翻地覆。我懂，只要他活着，就是对明珠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宋家名声的玷污。母亲放心，婚礼当日就是他的死期。一定要万无一失。事成之后，顾家少奶奶的位置还是明珠的，这宋家的一切还是我们的，绝不能让那个野丫头骑到我们的头上。母亲放心吧，为了明珠，我一定会办成的。毒妇逆子，你们竟然密谋在婚礼上对冉儿下毒手！冉儿可是我的亲生女儿啊！你们昨日贸然行动，那顾衍婷想必已经起了疑心。听说昨天在邮差接到时，他喊了你的名字。那又怎么样？无凭无据的，他拿我没办法的。可他毕竟是纵连顾家军的少帅，若是惹急了，咱们不好对付啊。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冉儿和顾少帅在邮城接到玉玺，是不是你们做的？哎呀，老爷，什么玉玺？明珠这段时间都在家里闭门思过，我在准备冉儿的婚礼，这哪有功夫做这些呀？定是有人看我们娘俩不顺眼，故意陷害。我都亲耳听到了，你还不承认？哎呀，老爷，定是你耳朵吹风听错了。我和思明商量的分明是冉儿的嫁妆。就是爹，你气死我了！他们做的肮脏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爹爹，你不要生气，女儿这几天一直在反省，怎么会去害姐姐呢？姐姐，你相信我。昨日要不是少帅警觉，一直护着我早已遭遇不测。至于婚礼，若是有人蓄意破坏，我绝不会坐以待毙。你少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据？程婉，你以为你装的天衣无缝吗？宋思明，你手下的人最近频繁接触三教九流，还支取了大笔说不清的款项，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吗？还有你，宋明珠，你之前反复刁难宋冉，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欲置冉儿于死地。我宋家世代清白，怎能容你这种毒妇？爹，我没有，爹，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宋明珠，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明珠姐常戴的耳环吗？楚香，你别乱说，这耳环我可以有，别人也可以有。你还狡辩！我宣布，从今日起，将宋明珠从宋家除名，收回所有宋家给予的财物、嫁妆，收拾东西，滚出宋家！从此与我宋家恩断义绝！不要，爹爹，我是你的女儿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错了，求你别赶我走！不行，明珠是我的命，你要赶她走，就先把我休了吧，我带着明珠一起走。看你们宋家没了当家主母，这婚礼怎么办？
这脸，你们宋家丢不丢得起？程婉，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就是他，一直伤害你的亲生女儿啊！她只不过是你养大的，然而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不管，我只认明珠。娘，难道这20年的情谊都是假的吗？他叫我一声娘，我就要护他一辈子。今天你要是敢动明珠，我就撞死人家大厅里！让大家看看你宋国康是如何逼死发妻的！让他撞！妈，娘，你别这样，爹爹，你们救救娘！我知道错了，你们别这样对娘，你们救救她！我走就是了。你们别这样对他，别伤害他，求求你们了。素然，你具体怎么样才满意？宋明珠，不是我要什么，而是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父亲，母亲情绪激动，还需要冷静。至于宋明珠，既然父亲已经决定将她逐出宋家，那女儿没有意义。宋家不需要伤害亲人，还有伤害他人之人。来人，邢夫人，回房休息，好生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房门半步。老爷，至于宋明珠，逐出宋家，所有属于宋家的东西，一件也不许带走。明珠，别动！逆子，你干了这么多肮脏事，你还要忤逆老子吗？来人，将他给我拿下，押入暗房关起来。烦了你们了，动手啊！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是你逼我的。你什么意思？难道不成你要造反？对，如果你执意要赶明珠走，我们便造反。哥，你这个孽障！你呀，你还有你们，拿我宋家当猴耍是吗？还想造反？我告诉你，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这个混账王八蛋来做主。还要对老子开枪是吗？来呀，开枪啊！有种开枪打死老子！老爷，爸，爹，爸，老爷，爸，老爷，父亲，老爹，这是怎么回事啊？父亲，这可怎么办呢？老爷，是中风，亲妈，快去叫威尔逊医生，快点！好，你们让开，老爷，这里需要通风。慌什么？乱什么？宋冉，你还要添乱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糟心事情，才把父亲气倒的。宋思明，我是在救人，你在干什么？你若是真的担心父亲，就应该去叫医生，而不是在这里指责。都听好了，父亲病重，情况危急，我作为宋家长子，宋家事务不能一日无主啊！从即刻起，宋家一切大小事务由我宋思明一力主持，直至父亲痊愈。思明，你母亲，若非您和明珠一味的隐瞒纵容，怎么会把父亲气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呀，以后就只管好自己，管好明珠，其他的事情就不需要您操心了。王管家，哎，立刻封锁消息，父亲生病的事
不得外传。你们把父亲带到卧室里，小心一些。其他人各就各位，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妄动。是。老爷，爸，老爷，爹。宋冉，现在这个家是我说了算，你别以为你和顾远婷走得近一些，我就不敢动你。如果你再惹起是非，我必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若是想杀我，现在动手便是。我会杀了你。但不是现在。母亲，你来了。父亲病重，家中不可一日无主，诸多事务都需银钱打点。为了避免混乱，您还是把账房钥匙交给我吧。思明，你什么意思？这账房钥匙向来由我掌管，这连你父亲都是从旁过问，你如今是要夺我的权吗？母亲言重了，不是夺权，而是我作为长子，理应在父亲病重的时候担此重任。如今外有生意往来，内有父亲医药，家中用度只能由我来打理，才能避免出纰漏啊！混蛋！你这分明就是要架空我！宋思明，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送你出国留学，将你扶持到副局长的位置上，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你真是忘恩负义！母亲啊，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啊？你已经老了，如今呢，情绪又很不稳定，管不了那么多事情。这个家呀，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法子管下去，这个家迟早要散。好你个宋思明，你如今翅膀硬了，连娘都不放在眼里了。你想管这个家，要账房钥匙，可以。你先把这个扫把星给我赶出宋家，立刻马上！从他回来，这个家就没有一天安宁过。老爷被他气倒了，敏珠被他毁了名声，现在连你也来逼我，全都是因为他。只要他滚出宋家，钥匙我双手奉上。对，大哥，把他赶出去，全是他的错。母亲，大哥，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才是父亲名正言顺的亲生女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宋家的确不可一日无主，但这宋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我请了宋家的几位叔伯来，让他们一同决定，这宋家到底由谁来主持。怎么可能呢？这宋冉刚回城里几天啊，怎么请得来3位叔伯？是鄙人请来的。尹先生，宋家的家事我无心过问，也不想插手，但若有人借机欺负宋小姐，我第一个不答应。父亲病重昏迷，按情理、按律法管理家业，执掌账房之人，母亲又无力承担，大哥身为长子，可代为管理。但是大哥，你别忘了，
你虽为长子，我也是嫡亲的女儿，也有管理和继承权。况且，父亲在昨日被你们气倒之前，已经公开了我的身份，并有意补偿于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也想插手账房？不是插手，我是认为这钥匙，与其交给偏袒养女、管家无方的母亲，还有心思不在家族福祉的大哥身上，不如交给我来掌管。你休想！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管家管账？就是宋然，你别痴心妄想。交给你，凭什么呀？啊，真是天大的笑话！凭什么？至少比偏袒养女、气倒父亲，还有在父亲病榻前夺权的大哥来说，我才更值得信任，更名正言顺。你，父亲已然倒下，按照宋家家规，3位叔伯有权投出代理宋家之人。哼，好，很好。宋然，是我小看你了，你才来宋家几天啊？脚跟都还没站稳，就敢觊觎宋家的产业？不行，绝对不行！一个泥地里滚蛋的野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宋家的产业岂是你能觊觎的？你们看，她身上那股穷酸味儿，到现在都没有散干净，你们可千万不能让她乱来！大伯，宋冉就是穷疯了，在乡下没见过钱，一回来就揪着账房不放。那可是宋家几10年的家业，不是他那几件破裙子，可不是他能觊觎的。3位叔伯，你们也都看到了，如今的宋家，父亲昏迷，长子宋思明夺权，主母偏私，妻女又骄纵蛮横，他们各自心怀鬼胎，想必你们也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如今站出来，并不是要这串钥匙，而是想要告诉大家，我宋冉既然回来，就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宋家在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身上变得分崩离析。那么，宋家的叔伯们开始投票吧。大伯，思明啊，你不要怪大伯，最近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确实不适合掌握宋家大权。大伯，可他分明是个外人啊！话不是这么说呀，思明。内忧外患之际，你又得兼顾那边的差事。我看这家里的事情啊，暂且交给宋冉掌管吧。交给宋冉掌管吧。你们好，你可想清楚了，大伯。今日，感谢尹先生站出来替我说话。哎，小姐不必太过生分，凡事不要慌张。当日就是您救下夫人和娃儿，只要您开口，我尹杰峰一定鼎力相助。确实，还有一件事需要麻烦尹先生。好，那个宋冉，真是胆子好大，就这样拿了宋思明的大权，还有账房钥匙，你就不怕他一枪崩了你？有你顾大少帅在，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我又不能时时刻刻的陪在你身边。可这半个月来，你确实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这是为什么？传闻中顾大帅军事繁忙，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现如今宋先生重病仍然危险，你我之间的婚事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怎么着急了？不是我，宋冉小姐。哦，顾少帅，宋冉小姐，您找我有什么事儿？上季度，
棉纱进货价高于市价20%，负责人是谁？是明珠小姐引荐的供货商。即刻终止合同，发函与江南制纱厂，3日内我要见到新报价。是。宋冉，你以为你用的那点小伎俩就可以镇住全场吗？你调得动谁？李掌柜，你去年挪用码头3000银元，可有此事？张理事，你挪用公款投资失败，造假账平账，是要我让警局经济科去查，还是自己递辞职？宋冉小姐，这事都不关我的事啊，这是宋大公子让我这么干的。哎呀，大哥，你挪用的公款去了哪里？我都查得清清楚楚。不过呢，我也不想跟你死磕。你若是安分守着5%的股份，我可保你平安。但你若是动手动脚，你去年倒卖的军事物资凭证，我可就要交给你的顶头上司。好，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北夏城遭受3方军阀连番围攻，一时间北夏沦为孤城，顾家军血战死守，伤亡惨重。把仓库里所有的丝绸折下3折，今日内出手。大小姐，这可是赔本买卖。钱是士兵的血，比丝绸更珍贵。叶先生，您觉得呢？小姐深明大义，我叶家愿出资50万银元，与宋家共设战士基金会，并号召北夏团结一致，让大家把粮食和药材拿出来，与顾家军同进退，共存亡。我们不能白拿大家的钱。基金会制作了一批采购清单，盘尼西林30箱，止血绷带200卷，野战口粮5000人份。走，慢点。好，来，落下。孙小姐，药不够了。冉姐姐，东城墙送来的重伤员需要立即用盘尼西林，我把药带来了。来得正好。宋小姐，我兜里有一封家书，请念给我爹，拜托了。我俩今日来信，说领到了宋家发放的米粮了。您和顾少帅都是我们整个北夏城的恩人。放心，北夏城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少帅，这是宋小姐送给您的肉羹。北夏这座孤城，有个馒头啃就不错了，哪来的肉羹？他这是把自己陪嫁的百年老深主了。没什么。敌军夜袭医疗队，所有人集合！快！所有人站好战斗位置，守护好医疗队，我们不能再退了！誓死保卫医疗队，顾家军永不言败。好。
最后一句，家中一切都好，母亲已安葬，3个娃儿很想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宋小姐，你说少帅他们能手术吗？我能活着回家吗？只要医疗站还亮着灯，北下城就一定有明天。好，抬出去吧。来，哎呀，哎呀，腿。宋小姐，我们守住了，守住了，战役胜利了。好。任婷，你回来了，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有事？婵儿，别这样，大家都看着呢。我没事，我们说好了，还要结婚呢。没事。所有人，我们胜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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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顾家军做到了！你们所有人也都做到了！好，我们守住了北下，援军已经赶到，敌人都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北下，太平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可以回家了！胜利了！昨夜敌军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是整个医护队冒着危险给我们送了补给。医护队也是你的兵。今日当着所有人的面，我顾远亭求娶宋冉为妻。哇，太幸福了！是啊，真好。你愿不愿意与我共守着用血换来的太平？我要的不只是太平。我要的是镇守边疆的将士的家属有屋遮雨，我要的是圣玛利亚学堂重建时有读书声。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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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戒虽一存，我心中不语。少帅，南方送来的贺礼到了。
你替我谢礼即可。你们几个去将贺礼接下来。是。记住，所有贺礼用军犬查验。好的。我说呀，宋大小姐，您真是有福气，这衣襟上至少镶嵌了上百颗南洋珠。腰身再放半寸，战士养的旧伤不能漏。是。嫂子，我偷看了我哥的日记本，上面写着然而穿婚纱的模样比战地的日出更耀眼。阿云啊，你真是讨厌。巾帼新娘守北下，红妆换得万民安。药香成就三千将，锦绣重铺旧河山。听见了吧？全城都在为那个贱人庆祝，鞭炮声、欢呼声，都在庆祝那个宋然和顾衍婷大婚。吵什么？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儿。大哥，大哥，你终于来了！我在这儿，我待不下去了，我活得连条狗都不如。我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啊，只能忍。还忍？为什么忍？是宋然抢走了我的一切，婚姻、地位，还有顾衍婷。大哥，你说过你会为我报仇的。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婚礼现场，我会让所有人眼睁睁看着宋然死。这里还有这里，我都安排了人。只要宋冉一出现，他必死无疑。对，不能让宋冉死在宋家，我得让顾衍婷亲眼看着他死，让他痛苦一辈子，一辈子。放心吧，我的好妹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顾远婷会亲眼看见心爱之人倒在血泊之中，那种痛苦将伴随他一生。不过，大哥，你确定万无一失吗？顾远婷可不是好对付的。你以为我这些时候在做什么？为了这一天，我动用了所有关系，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一次，宋然插翅难飞。太好了，太好了！我要让他亲眼看着宋然去死。大哥，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婚礼当天，你就扮作侍女混进去，记住，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失败，不仅宋冉会逍遥自在，我们也会万劫不复。不会失败的。宋冉
一定会付出代价。笑吧，尽情的笑吧，过不了多久，你不就笑不出来？好，好，真办对了，真好，好，天作之合嘛。好啊！远婷、冉儿，看到你们终成眷属，我很高兴。往后呀，你们要相互扶持，同心同德。母亲请放心，以后我会用生命守护冉儿。顾夫人，我和远婷一定会好好的。好啦好啦，哥嫂子，吉时快到了。远婷，怎么了？没事，一切我在。顾远婷，今天在这神圣的婚礼当中，你愿意接受宋冉做你的妻子，你愿意从今往后爱着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在你有生之年不做他想，忠诚对待吗？我愿意。宋冉，在这个神圣的婚礼当中，你愿意接受顾远婷作为你的丈夫，从今往后爱她、安慰她、尊重她和保护她，在你有生之年不做他想，忠诚对待吗？我愿意。高立东，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谁动打死谁！保护好夫人，控制现场。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长官想请二位喝茶。胆敢在我顾远婷的婚礼上撒野！别动，再动打死他们！没事，是我。不许动，老实点，别动。嫂子，你没事吧？还是我哥厉害，早就不想天罗地网了。原来宋思明，他早有准备。出来！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他不可能知道啊！全完了，全完了！宋思明，出来！我看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别动，别动！嫂子！顾远婷，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我打死他！宋思明，放开他！你敢伤他一分，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宋思明，你逃不掉他！给我闭嘴！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啊！顾远婷，给我准备辆车，快！起起来！
走。退后，退后，退后！别动！别过来！别过来！钥匙给我！钥匙给我！你敢伤我！冉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元庭。少帅，小姐被宋明珠劫持去了，往后门方向去了。是调虎离山。他们竟然不惜用宋思明做诱，真是可恶！放开我！放开我！哥！把我妹给放了，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你！来呀，你开枪啊！你不怕你妹跟着你一块死吗？宋明珠，你冷静一点，不要再错下去了。现在放了顾宇，一切还来得及，来得及。我告诉你，是你们把我给毁了。现在跟我谈条件，你开枪杀了我吧，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了。我又不傻，顾远庭是出了名的快枪手，我现在枪口离开半米，他就能立刻要了我的命。你到底想要什么？不是想谈吗？好啊，你今晚若是能找到我，我就跟你谈。走。哥，嫂子。追！全城搜捕，救回小云！放开我！放开我！宋明珠，放开我！人已带到，按计划行事，我们去外面守着。宋明珠，你可真会选地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这里，你处处为难我嫂子，还想让她出丑，可她却用自己的宣誓将所有人都刮目相看。闭嘴！不许你提这个贱人！为什么？宋明珠，你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哥曾经对你不薄，宋家也曾对你锦衣玉食，你本来可以有别的出路的呀。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呀？都是宋冉逼我，是他。你说他为什么回来呀？啊？他老老实实待在小山村里不好吗？他回来了，我的已经被他夺走了，凭什么呀？父亲的宠爱，宋家大小姐的名声，还有元庭哥哥，是他夺走了我的，那是我的东西，变成今天这样，全都是他害的。直到现在，你还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在别人身上。宋明珠，你到底明不明白？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贪婪和罪恶，才造就今天所有一切的苦果。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懂什么？你们生来就有这些，根本就不会懂我的痛苦。很快，我会让你们所有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宋月珠，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闭嘴吧！我等这天等了好久，
我也让他们尝尝失去最重要的人的滋味。大哥，嫂子。小月，好厉害呀，漂亮！顾云小姐，你别乱说话。前面那家就是新开的西洋点心铺，点心可好吃了，我们一块儿去买几包。大哥，哎，我是不是该晚些再来呀？然而穿婚纱的模样，比战地的日出更耀眼。阿云，你真是讨厌。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逼我的下场。顾远婷，顾远婷，我要你一辈子都记得今天，记得你妹妹是因你而死。我要你为我妹妹偿命！你们都该死，一个都别想活！不要，够了，已经够了！他们把小袁害死，我要让他们全部陪葬！袁婷，我知道你痛，我也很痛。可是袁婷，杀戮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小云在，他也一定不愿意看到你滥杀无辜。无辜？他们助纣为虐，怎么算无辜？她才是妻子，她做错了什么？你看看她，看看她，我太过不轻照顾好她。不是你的错，不是任何人的错，是宋明珠的疯狂，是这乱世的错。小云她很勇敢，她救了很多人，她直到最后都想用她的方式守护着我们。她是你的好妹妹，更是我们顾家的骄傲。小姐，小姐，还有呼吸，快，小云，快送医院！小云，来，给我开路，马上去医院。是，小云一定会没事，没事。
父亲走了，陈婉和楚萧回乡下了，这里的一切都散尽了，这一切也没什么值得留恋了。都结束了，我们去南方，开始新的生活。嗯。少帅，宋思明一案，最高军事法庭已经审理完毕，通敌叛国、阴谋叛乱、绑架、杀人未遂，数罪并罚，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知道了。是。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元儿呢？元儿的东西收拾好了吗？他如今行动不便，要带的东西比较多。他说过最想去看看江南的烟雨。收拾好了，他在家里等我们出发呢。嗯，我们一起去一个没有战乱、没有斗争、只有宁静的地方。好。